在刚退潮的浅滩上，龙虾无处可逃，可以直接在上面捡。在只有5米深的海域，放了上百只鱼钩，钓上来的鱼一条比一条大，钓起一条2米长的海鳗鱼更不在话下。天气晴朗的一个早上，开船从岸边绕着海岛欣赏美丽的景色。今天他们准备去往附近的一处珊瑚礁的浅滩上赶海。在刚退潮露出来的一大片浅滩上，清澈的海水在蔚蓝天空的映衬下，发出淡淡的浅蓝色。海水大范围的退去，形成了大大小小无数个泻湖，好多海洋生物都没有来得及跟着海水退回到大海里。浅滩上的小水潭就藏有许多的海鲜。如果太阳太猛烈，有些鱼会被太阳直接晒死在浅滩上。河豚鱼如果不马上转移，也会死于脱水和晒死。另一条满身花纹的河豚鱼也困在一个浅坑里，被他们救了出来。一只彩虹龙虾藏在还有海水的坑里，却一动不动，很明显是被太阳给晒死的。要判断这只龙虾死了多久，只能通过鼻子来闻味道是否已经变质。还好味道没变，应该刚死没多久。这是收获的第一只龙虾。这种带角的海螺是这片海滩上最常见的海螺品种，只要沿着岸边寻找，就会发现不少宝贝裸露在礁石上。又一只隐藏的很好的海螺被捡了起来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块石头，而旁边也有一只带棕色刺的海胆，这是当地渔民经常吃的一种海胆。退潮没来得及回到海里的龙虾，一只接着一只藏在了有水的坑里避难，用鱼枪去戳没有任何反应。这只应该也是刚死没多久，还很新鲜。只要发现带有角的石头，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只海螺，而且浅滩上的坑里到处都是。他们捡起来毫不客气，这才捡了10多分钟，桶里的海鲜就已经有不少了。只要他们看得上眼的都不会放过。捡到的这些都是他们当天的食物来源。生长在礁石上的牡蛎，撬开壳就可以直接拿出里面新鲜的肉吃，只有现捡现吃才能吃出海洋的味道。有些不知名的海洋生物，想要抓住它就要冒着被咬的风险，洞太深唯有放弃，还是直接捡些海螺来的更实际，多捡上几只就够一个人吃一餐了。这是一只海胆吗？小编从来没有见过，知道的麻烦告诉我。这是他们收获的第一只鲍鱼，怎么感觉所有海螺加起来都没有这只鲍鱼的肉多？手指头大的海螺，里面藏有一只小的寄居蟹，一条游不出去的深蓝色鱼。鱼太小，肉质不太好吃，他们把它放回到海里，海浪不停地把小鱼往上推，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把它往深的地方扔。海水下面还有很多海螺和海胆，陆续又捡了几只上来。为了保护海洋环境，不能吃完锅里的饭就把锅给砸了，污染海洋的垃圾必须捡走。一只手臂粗的海参，有一半的身体藏在了礁石里面，被他们给扒了出来。这一片浅滩上，海洋生物的资源非常丰富，半个小时都不到，桶里面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海鲜。赶海只是他们的副业，而出海打鱼才是真正赚钱的工作。开船去到离海岸不远的水域，在6个小时之前，他们在这片海域设置了上千米长的鱼线，鱼线上面挂有差不多100只鱼钩，海水只有5米左右的深度，海底下面什么鱼都有，有部分鱼钩拉上来时就已经不见了，应该是被鱼给硬生生的扯断了。有些没有上钩的鱼钩，鱼饵被吃了一半。上千米的鱼线大概每10米就会设置一只鱼钩，当地人称这种为多钩长线钓鱼法。但是拉上来的鱼钩不是没有鱼吃鱼饵，就是线被咬断，用广撒网的方法，效果也不是太理想。前面的10几只鱼钩都已经失效，在拉到第20只鱼钩时，一条1米多长的海鳗浮上了水面。由于上钩的时间太长，使得在挣扎的过程中慢慢死去，这让他们有了点信心。下一只鱼钩又是一条海鳗，鱼线已经死死地缠住了它的头。又上来一条，难道这里是海鳗养殖场？在挣扎的过程中，鱼线已经将其捆得动弹不得。终于有一条能卖得上价钱的石斑鱼上钩了，没有10斤重也得有8斤重，一条就能赚到200块钱以上。在拆鱼钩时要小心翼翼，不能把石斑鱼给弄坏了，卖不出去就亏大了。鱼钩在陆续的被拉上船，一条刚上钩没多久的鱼还非常的生猛，已经连续拉了上来不少鱼。这是第2条石斑，只是有点小，居然把鱼钩吐下了肚子里面，想要拉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只能拿起大刀割掉嘴里面的鱼鳃，才扒得出来。小的石斑鱼也比其他鱼值钱。又是一条将自己弄死的海鳗，越是挣扎，鱼线缠的就越紧，也就死得越快。黄鲷鱼也被他们无情的钓了上来，起码有50斤重，但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。越拉到后面上来的鱼就越多，这可把他们给高兴坏了。这条海鳗更惨，被鱼线扯得皮开肉绽，力气再大也敌不过鱼线的拉力。好了，
这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加精彩的世界。